在2010年3月3日，宝马在 BMW i4 纯电动概念车上装上了去掉黑色边框的宝马车标。对比前代车标，你们觉得哪个更好看？不过 BMW 可没有说这是新车标哈，只是开个玩笑。这款新设计是用作于社交媒体和传播用途的。汽车上还是那款质感十足的1997版车标，但是你要把宝马的车标和奔驰比起来，就按实用性来讲，非常的吃亏哈。你看奔驰的车标现在做的是越做越大，而且是越便宜的奔驰车标就越大。但不管奔驰的车标做的多大，你看起来都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你再看看把宝马的车标放大，一整个就直接违和感就起来了哈。宝马就很郁闷，我车标既然做不大，我就把双盛世鼻孔做大，这一代代更新就越来越大。但人家宝马是从来不说自己的前脸是鼻孔的，人家一直叫自己为双盛世前脸造型。1932年推出的 BMW 303车型是宝马第一款搭载这种设计的车，也是宝马第一款搭载直列6缸发动机的车，排量1.2升，最大30马力，峰值扭矩68牛米。在当时，这辆大鼻孔，不对，这辆大腰子的作用就是给这发动机做进气和散热的准备哈。时间来到1975年，宝马基于200奥车型成功的发展道路，打造出了第一代宝马3系，代号 E21，这设计就变得宝马3系有史以来最小的双盛啊。到了21世纪，人们越来越喜欢大，于是宝马的鼻孔又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可能再过几年，宝马的鼻孔就长这样。既然这里提到了第一代宝马3系的由来，咱们就来捋一捋宝马3系一共发展了几代哈。从1975年第一代宝马3系到如今第7代上市，宝马一共发布了7代3系，分别是第一代E21、第二代 E30、第3代 E36、第4代 E46、第5代 E90、第6代 F30和最新的第7代 G20。而从 F30这一代开始，宝马又单独为中国客户带来了长轴版的 F35和现在的 G28。调侃一句话哈，玩宝马人有一个很奇怪的鄙视链 ，E 的看不起 F 的看不起 G， 玩 E 的呢又会觉得 F 太电子了 ，F 的呢又觉得 G 太舒适了。那再老一些的第一代 E30又说年代太久远没玩过，到了第3代 E36又说它不够宝马，不够经典。为什么呢？因为自然吸气6缸发动机都是3系，甚至是宝马的象征。而宝马的最后一代采用直流自吸的3系车型就是 E90。由于全面小排量化的风潮普及，后面的 F30以及 G20都采用了涡轮增压的方案。E90之后的3系确实代代都在向舒适性靠近，毕竟 E世代对于一般用户不太友好，沉重的方向盘转向和紧凑的底盘，记得那时候开宝马的女性就很少，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在国内连配件都买不到的 EM 价格会水涨船高，因为这种手动挡的中级驾驶机器其实并不符合大众的需求。但是如果说有哪一代3系是每个 Beamer 都不能忽略的话，那它一定是第4代 BMW E46。还记得电影《天下无贼》影片一开场刘德华开的好车，还记得手机里葛优的座驾，这些都是宝马和华晨宝马公司的精心策划，为的就是打开中国市场做准备的。那么 E46也是宝马第4代3系量产车，也是中国最早合资的宝马3系车型。在2003年5月，由德国宝马集团与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出资组建了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同年10月，第一款华晨宝马 325i 上市了，这也开启了在中国制造宝马汽车的历史。而且在游戏《极品飞车9》最高通缉中，进入游戏后，主角开的就是这辆最经典的 M 系赛车 BMW M3 E46 GTR。不过在游戏开始便遭对手耍赖，直接输掉比赛，更输掉了自己的座驾。最终经过一段漫长的努力与打拼，我们需要逐个击败黑名单上的15名车手，终于在最后的全程大追捕中飞越断桥，顺利逃脱。而这一幕就是我们年少时期梦的开始。Everyone! 经典的传承需要英雄故事作为载体。BMW M3 E46 GTR 起源于1980年，宝马 M3 刚刚创立，是为准备参加德国的 DTM 房车赛事的故事。这里面宝马 M-Power 最强劲的敌人就是被奔驰抛弃又买回来的 AMG。在当时参加比赛的分别有奔驰旗下的 AMG， 那时还搭载着脱省中央差速器的奥迪 V8 Quattro DTM， 但宝马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拿得出手，所以拥有一款高性能的运动轿车，却为品牌争取一个世界级的运动赛事冠军，赢得更多车迷向往的这个理念，刺激到了 BMW 高层。随后他们委任 BMW 旗下的 MGmbH 公司，原名 BMW Motorsport GmbH， 是德国 BMW 集团旗下子公司。该公司原本是 BMW 特别设立用来参与赛车运动的特殊部门，在1978年就与兰博基尼合作开发了一款宝马 M1 的赛车，这也是宝马的第一款超跑。兰博基尼大牛大家都听过吧，但人家是意大利的品牌，一个德国造飞机发动机出身的公
公司去找了一个专门做涡轮增压的汽车厂外包。于是这宝马的第一款超跑啊，在外形上就表现出了浓烈的意大利风格。然而在当时棱角分明的轮廓和雄壮有力的车尾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欣赏，比如有些人就认为 M1 太过异类，过于彪悍的性能仅仅适合竞速使用，不适合日常驾驶，也导致后来的合作并不顺利。据说是因为兰博基尼公司的进度严重影响了宝马的计划，导致当时宝马甚至有了买下兰博基尼的想法，只是最后由于零配件供应商的强烈反对才没能实现，也导致了当时宝马的超跑计划破灭。那后来出了宝马一系 M Power， 为了跟超跑 M1 区分啊，把1和 M 调换了次序，也就变成了现在的宝马 EM。那我们回到上世纪80年代，宝马要求 M Power 赛事部门去开发一款能驰骋 DTM 的高性能运动轿车。不过当时的团队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参加 DTM 的车型必须年产量要达到5000台车啊，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字啊。要知道最早的 DTM 赛车组啊，只要求参赛车企在24个月内，也就是2年内造400台赛车就可以了，证明自己能量产就 OK 了。而且经过上一次 M1 赛车的失败，当时宝马的第2代3系才刚刚推向市场，甚至连最基本的设计图纸都还没确定下来。BMW 最高长官就命令时任 BMW 赛车部门总监一定要在12个月内生产出这5000台 M3 车型啊！这 BMW 不愧也是一个巴伐利亚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啊，心想着不就是改装成赛车嘛，我可是连人类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飞机发动机都能做出来的。于是直接把 M3 套了个基于3系车的壳子，直接就变成了一辆赛车。这第一代 E30 M3 也是宝马 M 家族中唯一使用4缸发动机的车型，这一年5000辆的要求 M Power 就花了半年就给它完成了。也就是从那时起，第一代 BMW M3 开始席卷德国和欧洲赛场，在1987年为宝马拿到了第一个世界房车冠军，之后 M3 一共赢了2次欧洲房车锦标赛冠军，2次 DTM 德国房车大师赛冠军，还创下了1628天拿下了1436次胜利的世界纪录啊！那这第一代 BMW M3 创造的纪录，让当时的竞争对手奔驰 190E 啊，只能望其项背，不甘寂寞。于是到了1992年之后，第2代 M3 E36延续了第一代赛车基因的同时，为了注重日常使用的舒适性上调整了战略，从4缸变为更为稳定的 3.6 升直六引擎，并且加长车身长度和轴距。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这一代 M3 的性能表现。由于这台6缸机的位置更靠后，甚至就在仪表盘的下方，所以尽管6缸机是比4缸机更长，但是依然可以保持 M3 完美的50:50前后比例。那么这一代 M3 更是横扫赛场和市场啊！那到了第3代 M3 中，脾气最暴躁的当属 M3 GTR 车型，它基于第4代3系 E46改款，向经典致敬 E46 M3 GTR。这是第一款采用 4.0 升 V8 发动机的宝马，在2001年前后的美国勒芒20小时耐力赛所向披靡，斩获冠军，更是在2004年、2005年连续称霸欧洲 GT 赛车组。德国24小时耐力赛被称为巴伐利亚马圈里最强劲的列车，代表着上世纪60年代宝马提出的广告语 The Ultimate Driving Machine， 这个就是诞生在那个年代的终极驾驶机器。那回到赛场啊，竞争了这么久，但宝马和奔驰每天早上卷帘门拉起来的时候，都会用充满血丝的眼睛看着对方说：“哎，你今天生意要好一点哦。”那这该说不说的，这几十年来，宝马和奔驰一直是针锋相对、相爱相杀哈。刚好印证了在2016年宝马10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奔驰就发了一篇海报说：“感谢宝马100年来的竞争，没有你的那30年，我好孤独。”而在2019年5月，时任奔驰全球 CEO 的迪特·蔡特宣布正式退休，宝马也放出了一段视频向其表达敬意，并附言奔驰一生，宝马相伴。随即奔驰也转发此意。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那说回宝马 M 系最独特的标识，莫过于3色标了。从左到右依次是蓝、紫、红。蓝色象征的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取决于它们的周期颜色，紫罗兰色代表着宝马与赛车运动的融合，红色则是 Motorsport 象征赛车运动。而且我们仔细观察了哈，在官方车型的图片中，只有3色小名牌这么一个小标识存在于汽车的中网以及车尾等部分。而你在路上看到的宝马车中网上长长的3色彩条，其实都是宝马车主自己加装出来的哈，并不是原厂的。不过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设计的。如果我以后有宝马的，那我全都要。话说回来哈，因为时代在发展，环保也得进步，属于大排量燃油车的狂欢在第5代 F80 M3 就结束了。M3 又从 V8 发动机重回到了6缸系列。那 F80 M3 它也是第一款标配涡轮增压器的 M3，而对应的第6代3系 F30 也同样放弃了自然吸气发动机，开始全面转向涡轮化。不仅如此，在第6代3系中，宝马还将2门款原属于3系 Coupe 的车型单独分离，创立了4系。这之后的 M3 就是4门5座3厢车的结构，新款 M4 就是2门4座跑车结构。简而言之，宝马的意思就是我 M3 可以让你感觉到性能和实用，而 M4 就是更加纯粹的3系运动精神。而且在第6代3系 F30 的基础上，由华晨宝马出品的新3系还多了一个底盘代号长轴版3系 F35，最新的 G20 的长轴版也叫 G28， 也就是在原先的代号中加入了 Li 车型。而基于第6代 F35 底盘打造出的3系 GT 也再一次被引用。说到这里，我们来简单分类一下国内现款3系的各款车型哈。最新款 G20 一共有中杯 320i、大杯 325i 以及超大杯 330i， 这3款3系全都标有长轴版 Li， 在3款短轴版中只有 320i 没有 M 运动套装，在3款长轴版里都有。而且宝马还很贴心的为 325Li 和 330Li 准备了 X 四驱系统的选择，当然价格也都不便宜。用一位短轴版的 320i、325i 还是 330i， 三者均使用代号为 B48 的 2.0T 发动机，但是宝马对于他们的调教又是不一样的。320i、325i、330i 的最大马力分别是156匹、184匹和258匹，最大扭矩分别是250牛米、300牛米和400牛米。官方的100公里加速对比中，330i 甚至可以拉开320i 3秒的差距，这就要说明了宝马近些年来自己并不怎么强调所谓的运动和操控哈。你们谁说我3系是运动王者啊？我自己可没说啊，我3系明明很豪华好吧，是家用王者，我只是顺手把操控做得不错罢了。那相信很多资深逼马在 E90 刚出的时候肯定知道是一堆人在骂宝马怎么地的，车身的加长不可避免的削弱了操控表现。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喜好，宝马决定加长轴距，但与其说是宝马把更多的长轴3系卖到了中国，倒不如说是中国的消费者们选择了长轴。不过短轴版的 F30 在国内也是有售的，但销量和长轴版本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啊。而这次对于中国市场的特殊规则，也让不少粉丝慢慢形成了选择性恐惧症，总在标轴版和长轴版上不知所措。那么假如你将来买了一辆合资宝马，我想知道的是你抠不抠掉华晨宝马这4个大字，要抠的人抠1，不抠的人打2啊。反倒是我觉得哈，真实车主一部分人要抠字，都不是想装自己是进口车，而是因为华晨宝马那4个字体是真的不好看。你看17奥迪平常在街上都能看见吧，华晨宝马那可就真少了。哦对了，北京奔驰这4个大字也一样少。有人说宝马3系的运动精神胜于 F30 190，衰于 G20。其实这个说法也没错，宝马3系历经45年期待进化，其中每一代产品都会顺应市场，对造型、空间、内饰以及车身重量做出改变。我认为3系的改变并不是妥协，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最后，我想对于考虑要不要买宝马新款3系的人讲句真心话：喜欢硬车的就去买阿尔法，我的3系只需要看起来运动就好了。